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个发型里的我有点没有勇气拍视频了，不过视频该拍还是得拍。这期视频跟往常不同，在视频的开头前，先跟大家强调一下，今天这个视频出现的所有产品都不是恰饭，你们可以理解成这只是一个关于酒类的分享大合集，能让大家通过这期视频了解到一些平时并不常见的酒的品种。还是那句话啊，大家千万不要说为了支持我盲目的去破费。其实你们看我的视频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今天视频所介绍的一切都仅是供大家参考。首先啊，咱们先从最便宜的给大家介绍，这个是南非的白葡萄加强酒。顾名思义，加强酒就是葡萄汁儿在发酵的过程中加入葡萄蒸馏酒，使这个葡萄酒终止发酵。得到的这个酒液呢，非常的甜，并且有丰富的这个葡萄未发酵的香味儿。酒精度的话，这个加强酒也比普通的葡萄酒酒精度更高，这瓶是17度的。之所以推荐这个酒，我是觉得这个酒非常适合睡前喝一杯。如果你平时有什么烦心事儿，或者说脑子里事儿特别多，就睡前来这么一小杯，真的特别的助眠。酒盖一打开就能闻到特别浓的这个未发酵葡萄的香味儿，这个跟发了酵的那种葡萄香味儿完全不一样。这个酒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果脯的香气，非常接近波特酒的那个香味儿，并且这个酒一定要冰镇着喝，或者可以加冰喝。酒液也是非常的漂亮，虽然是白葡萄酒，但是酒液偏黄，呈那种金黄色的。哇，味道的话，17度是能喝出酒精的那种灼烧感的，但是跟白酒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我感觉睡觉前真的不用就任何的东西，就是一种助眠酒。你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晚安酒。加一块冰，看着书啊，看着电影啊，不知不觉喝一杯，然后睡觉，特别的美滋滋。但是有一点我忘了说啊，未成年人禁止饮酒。如果你是未成年，这期视频你就看个乐呵。好啊，这个加强酒就介绍到这儿。接下来是这个纯米的起泡酒。总共有5种口味，有这个蜜瓜味儿的，有原味儿的，有草莓味儿的，还有这个柚子味儿的，和这个蓝莓味儿的，总共5种口味。这个我就不试喝了，因为这个味道我已经深刻的进入在脑海里，一定要冰镇着喝。它们的米香味儿很浓，然后带点微微的气泡，和不同的口味有不同的水果的果香，真的是颜值又高又好喝。接下来是这个法国的葡萄酒，总共3种。首先是这个小王子，这款酒真的是性价比极高，经过橡木桶的酿制，懂酒的应该都知道橡木桶的成本有多高。不过这个酒说实话不是特别适合新手，因为如果从来没有喝过葡萄酒的人，你要是上来喝这个小王子，你未必觉得它好喝。如果你是喜欢葡萄酒的人，你可以买瓶尝尝，这个性价比你买完了之后尝完你肯定会回购。然后是这2款法国的博尔莱新酒，一个是村庄级，一个是大区级。说实话啊，你如果不是特专业的人，其实是喝不出它俩有多大差别的。我基本上是喝不出差别。然而这个葡萄酒特别适合新手，因为它喝的就是这个鲜，单宁非常的低，然后果香味特别的浓。这个我觉得新手想了解葡萄酒，想去品尝葡萄酒的话极合适。我之所以选这3款葡萄酒，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们非常具有代表性。一个是单宁适中，然后喝起来比较醇厚，还有就是非常适合新手的，果香味很浓，非常适合尝鲜的这个葡萄酒。这个也搁一边啊，没有什么可过多介绍的。接下来才是今天的重点，首先是这个日本的纯米美酒。这个大瓶的就先不开了，开这个小瓶的。先涮涮杯子，把刚才的加强酒给涮没了。这个一个是300毫升，一个是500毫升，它俩是一模一样的。基本小女生的话，你一个人喝这个应该刚刚好，但是你要老爷们儿或者说2个人以上，那这个估计都不够喝。这个是我喝过好多各种各样的美酒挑出来的，我觉得最好喝的没有之一的美酒。闻起来有一种淡淡的那种发酵米的醪糟的那种味儿，然后就是淡淡的梅子味儿。哇，这个真的配上烧烤或者日料绝对是完美。
这个大家如果对美酒感兴趣，我觉得特别推荐去品尝一下。酸甜适中，梅子味儿和这个米香真的非常不错，非常推荐。这个也放一边。接下来是今天的2个压轴，一个是德国的冰酒，一个是日本威士忌。先说这个德国的冰酒啊，这个算是我本命酒了。首先是这个酒有这个蓝色的小礼袋，真的看着非常高端。然后拿出来，这个酒还有一个小酒桶，打开之后，哎呀，才是这个酒。看到这儿，肯定还有小伙伴不知道冰酒是什么玩意儿。实际上，冰酒呢就是葡萄酒的一种，只不过呢，它用的原料和这个酿制工艺不同。按照这个冰葡萄酒的国际标准，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条件，才能称之为是冰酒。比如说，得是当地的这个气温要低于零下7度，使种植的这个葡萄自然的结冰成霜，然后人工采集完了之后带着冰压榨，并且在生产的过程中不能加入任何的糖原。这个真的特别适合女生喝，而且我觉得适合所有的场景。这个真的可以是我目前的镇店之宝了。然后这个上面打开，里边是跟葡萄酒一样的这种木塞儿。并且这个冰酒啊，一定要冰镇着喝，在4至8度之间就 OK， 太凉也不好，因为太凉的话有可能会破坏它的这个葡萄的香气。这个酒闻起来有一种淡淡的蜂蜜的味儿，然后甜腻腻的。喝起来特别的神奇，你仔细去品，没有搁过任何的糖原。但是喝起来，它味道的层次，你可以喝出好多种。好啊，最后的最后就是这个压轴的日本威士忌，这个叫10年明。如果说刚才的德国冰酒适合送女生的话，那这个就是非常的适合送男生。日本的威士忌，不夸张的跟你们说，比较牛皮的限量版，现在都炒到几百万一瓶了，一点也不夸张。当然了，这个并不是什么限量版，但是也挺贵的，因为日本的威士忌它基本上不出口，自己人都供不过来，非常的稀缺。我把这个杯子腾出来。尽管这个不是限量的，我也只弄到了300多瓶，因为确实是太少了，基本上拿不到货。哇，这个味道真的是描述完你们该说我装逼了，有一种浓的那种泥煤味儿，那种自然的烟熏的味道。这个酒魅力在哪儿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这个跟我喝过几十块钱的美国威士忌，或者100多块钱、200多块钱的那种普通的威士忌比，那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它这个辣是柔和的，这个我就不推荐没有喝过的去品尝了，因为如果你上瘾的话遭不住。但如果你是日本威士忌的爱好者，那也不用我多介绍了。这期视频主要是给大家有一个参考，好啊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关注哟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